了解北美的朋友都知道，北纬49度线呢，就是美加两国的边境线。但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啊，对于生活在这条线两边的这两个华人群体来讲呢，它不过是一道半透明的滤镜。无论你是在西雅图敲代码，还是在温哥华开餐馆，大家的生活方式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除了汽油的价格和计量单位还有手里的钞票长得不太一样，那其他的几乎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也习惯了在那条线上呢反复的穿行周末去对面吃个饭，加个油买点什么便宜东西，从来也没想过呢，这道地理上的边界呢，有朝一日有可能会变成命运的断裂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我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讲起。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想起点事儿技术方面的，我就顺手呢给西雅图的老陈呢拨了个微信语音电话。老陈呢是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他在美国那边，在一个全球顶级的科技大厂里呢做 AI 的算法研究那是技术大拿，写的代码呢那是一向很少出错。那他人呢也是一样一向是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大家公认的最稳健、最理性，也是最靠谱的那个人。但是那个电话呢响了很久都一直没人接，这不太像他平时的风格。隔了一会儿呢，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边真的还就咯噔了一下。你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这突然间就联系不上一个老朋友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念头都不太好一直到1个多小时以后呢，我的手机终于响，结果呢是一封邮件，发件人果然是老陈。老陈在邮件里边说呢，说以后有事找他千万别再用微信了，还给了我一个 Discord 的一个账号，特别叮嘱我说以后就用这个联系而且沟通呢尽量用英文。这我当时就懵了，这老陈这是怎么着，要跟我公事公办吗？而且为什么让我用 Discord 呢？这不小孩们打游戏才用的东西吗？等我在 Discord 上好不容易联系到他的时候呢，视频里边老陈真的是挺严肃的，搞得我本来想跟他开玩笑说他两句呢，也没好意思。但是老陈呢就跟我说呢，他微信已经不用了，而且他还准备彻底要注销他原来的这个微信账号。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如果不做这种切割呢，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有可能会随时画上句号。在镜头里他给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屏幕上有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表格，他说那是新版的 SF86 背景调查表。那具体这个表格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在后边我详细会展开说。那么老陈这个疲惫的语气里我分明能够看到一种就是无奈和一点恐惧。这种恐惧不是说来自某个具体威胁的那种害怕，而是那种一整套正在收紧的一种体制逼着你无处躲藏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说实话，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消化老陈给我带来的这个冲击你想，一个在美国扎根了10几年的顶尖的技术人才，这个突然有这么一天跟老朋友要聊天，都得先用加密邮件先联系。你说这是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这老陈这事儿我还没消化明白呢，第二天我又被另一个朋友呢又给我上了一课。这就是温哥华的李姐是加拿大这边的。李姐呢是在国内时候呢，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也算商界女强人，手底下呢曾经管过几百号人。但是前些年呢，她移民到温哥华来以后呢，折腾过1、2年，但是后面就偃旗息鼓了。为什么？她一直跟我说是本地市场实在是太小了，节奏太慢，加拿大就不是一个挣钱的地方。李姐这熄火呢，就已经大概有2、3年了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还劝我说：“老白，你别那么累了，做什么节目呀？人生的下半场就享享清福就得了一副呢准备在列治文安度余年的模式。”所以我万没想到他这早上打来电话的时候，张嘴就问我说，让我下个月有没有空，说让我跟他一起去萨省。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听懂，去萨省，去那边干什么？李姐说呢，她正在谈一个大型的油菜籽加工项目的合作，对方呢是萨省本地的农业集团。她觉得我这个小网红也许能帮她做品牌背书，顺便呢也可以拍点素材。然后呢，她就话锋一转说，这个谈完萨省以后呢，你有没有空跟我一起咱们回趟国内？那我还要对接几家新能源零配件的供应商。老白，你要是有兴趣呢，这事儿是不是可以考虑一起做？我当时就真的是有点这个哭笑不得我说这个李姐上个月劝我享福退休的不也是你吗？还让我养生呢，怎么这才几个礼拜，你这是自己倒先要冲出去了？李姐在电话里边她也笑，但那个笑不是客套
而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按捺不住的一种兴奋。他呢噼里啪啦给我就算了一笔账，说中加贸易协议签下来之后啊，油菜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关税优惠是多少，电动车的这个零部件的配额这个市场的空间有多大，萨省那边的土地成本是多少钱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啊，他的语速快的，我的脑子根本就跟不上。但是隔着电话呢，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状态，那就是一个沉睡了多年的猎手，突然闻到了猎物气息的时候，血液里边那种沸腾的那种亢奋。你看这画面多诡异哈！头一天是一个如此健谈的老陈呢消失了，第二天呢是一个明明已经退役的朋友呢满血复活了啊，非要拽着我去一个在地图上都得找半天的地方要去谈生意。一边在西雅图沉默，一边在温哥华苏醒。这一刻呢，我就突然意识到，这可能绝不是两个偶然的个例。在物理学里边，咱们都知道哈，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但是在2026年的这个现实世界里呢，老陈和李姐其实代表了原来同频运行了几十年的两条华人命运线，但是在现在呢，却开始要走向分道扬镳。那么那个让老陈不惜要自己跟自己切割的 SF86 表格背后，到底隐藏着怎么样的一种权力逻辑？那个让李姐满血复活的时代红利，又凭什么会陡然降临呢？那让咱们先回到老陈那边去看一看那座正在变成牢笼的堡垒。发生在老陈身上的可不是一个人的职场焦虑。那么在2026年的美国，老陈面对的呢是整个行政体系运行逻辑的根本性置换。这件事儿要从一个叫做 Schedule F 的东西说起啊。这个 Schedule F 全称呢叫做 Schedule Policy and Career， 政策与职业条款。名义上它是清理联邦官僚体系的这个行政改革，但是本质上呢，它是美国行政权力的一场垂直化运动。因为这个 Schedule F 的核心机制呢，就是通过重新定义政策影响力这个概念，把原本受法律保护的职业文官职位呢，转化为任免自辩的行政职位。各位注意哈，任免自辩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挺人畜无害啊，但是实际上这4个字里边可满含着杀机。任免自辩就意味着说，可以把你快速解雇，无需正当理由，而且呢可以不走正常程序。更关键的是呢，被解雇者没有申诉权。你没听错哈，没有申诉权。在过去的美国联邦体系里边，一个职业文官如果被解雇，他可以向什么公祭系统保护委员会去申诉，可以打官司。但是呢，在这个 Schedule F 这个框架下面呢，这些保护全部被剥夺了。那么2026年的3月9号，这套规则也就要正式生效了。估计大概有5万多的这个联邦雇员呢，将会被纳入这个新分类。那么这些人呢，通常是这个 GS13到 GS15这个级别，以及高级行政职级的科学顾问政策分析师法律专家以及各种技术经理等等等等。但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老白，这不是公务员的事儿吗？那跟在这个私企工作的老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因为这个 Schedule F 真正的杀伤力呢，是在于它的溢出效应。那么当联邦机构的决策层可以被随意更换的时候，那些接受联邦的合同、联邦的资助联邦监管的这些私营企业，包括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国防承包商什么国家实验室，这些他们内部的合规环境呢，也会跟着被剧烈收紧。那么在这种新环境下，如果你是一个在大厂做 AI 算法的华裔工程师，你就不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人在那份冰冷的SF86的这个背景调查表面前呢，你可能就已经被归类为是隐形的政策参与者，因为你参与的项目可能涉及联邦资助因为你处理的数据呢，就可能会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如果一旦你被贴上这个标签，那接下来的审查就会变得非常严酷。那2025年底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 Revoke Act 和这个 Clear Path Act 就把安全审查的逻辑呢推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么它的核心判断标准是，任何与受关注国家有利益关联的人员呢，都不应该持有高级的安全许可。那这个受关注国家，那当然里边肯定包括咱们中国那什么叫利益关联呢？这个范围可能也比你想的要宽泛更多了。调查人员现在不仅要看你的个人财务往来还要深挖你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的一言一行你的微信聊天记录、你的微博转发、你在朋友圈里的每一个点赞以及你的家族成员在中国的相关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这都在被调查的范围之内。
那现在您就大概明白了，老陈为什么要停用微信，还要删除账号。因为在2026年美国的安全审查这个语境里，微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更是一个数字红区。因为美国的某些机构啊，他们研究也已经确认了，说即使是海外注册的微信账号啊，那可能对于需要联邦职位或者是高层安全许可的这个华裔专业人士来说，那都是有问题的。那手机里边你装着微信，那就像是认为你身上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和老陈的这个微信命运相仿的呢，还有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的收紧。2025年9月呢，美国政府要求所有新的 H-1B 的这个签证申请呢，必须要缴纳高达10万美元的额外附加费。10万美元什么概念啊？这意味着一个刚从斯坦福毕业的华裔留学生，如果不是被什么亚马逊啊或者谷歌这种超级的这个巨头去录用，他可能连留在美国工作的门票都买不起了。那不仅如此呢 ，H-1B 的抽签机制呢，也从随机分配呢，彻底转向了叫做工资水平加权制。简单说，就是说你的工资越高，你被抽中的概率就越大。那也就是说，拿最高工资级别的申请者呢，他能够获得至少4次的这个抽签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入口是这么多。但是如果你拿的是入门级别的工资呢，那你这个机会可能就只有1次啊。您想，这个中签的概率呢，就直接腰斩了，那下降了50%都不止。所以，美国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有那些从职业生涯第一天就能拿到几乎是顶薪的超级精英，才能够在美国留下来。而大量优秀但是不够顶尖的这些华裔人才呢，正在被系统性的排挤出去。那即使你侥幸拿到了 H-1B， 那绿卡的排期呢，又是另一座大山。因为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者啊，现在这个 EB2 和 EB3 类别的这个等待期呢，通常是4到12年啊。在这么漫长的等待时间里边呢，你的身份其实也就随时是掉在一根线上的。一旦你被裁员，那几周之内你就可能会失去你的合法身份，哪怕你已经在这个绿卡的队伍里排了数年之久。各位，您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一个在美国奋斗了10几年的华裔工程师，拿着全球最顶尖的学位，做着最前沿的技术工作，却连给远在国内的老母亲发条微信，可能都得反复掂量半天。每天上班的路上都得担心今天会不会收到那封任免自辩的解雇通知。但是呢，他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口袋里却依然揣着那张随时可能作废的签证，活得却越来越像一个隐身人。2025年底啊，美国有一项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数据就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呢表示在美国感到不安全。那么大约40%的人呢正在认真考虑要离开。这不是老陈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整代在美华裔的这个精英群体的一种现在的处境。那个曾经承诺只要你有才华就有位置的这个美国梦，正在被改写成为一句新的潜台词：你可以有才华，但是你必须得先证明你足够忠诚。而且更夸张的是，这个忠诚恐怕不仅仅是对宪法的忠诚，更是到对总统指令的忠诚。好，老陈的故事咱们先讲到这儿。咱们现在再跨过那个49度线，回到温哥华，再去问问李姐那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话，当李姐在电话里边给我兴致勃勃的给我算那些账，什么关税差价，什么地价差别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听进去，因为我满脑子全都是一个感慨，就这世界真的是变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啊，温哥华过去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北美最舒服的养老院啊，冬天也不冷，夏天也不太热啊，空气好，治安也不差，最适合是端着一杯咖啡在那儿看海发呆。很多华人移民之所以选择温哥华，说白了就是要图一个岁月静好。但是2026年的此刻呢，这个养老院正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呢推上了某种的风口浪尖。熟悉我节目的朋友，大家应该知道啊，在之前的几期里，我详细拆解过加拿大正在经历的那场主权觉醒。卡尼政府呢，在达沃斯掀桌子，在北京签下这个震动全球的贸易协议。那么在印度呢，现在又开始要布下这个能源替代的棋子。在这些动作的背后呢，是一个国家从美国的附属区向全球化节点枢纽的一个本质化的一个重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去分析这些变化。但是今天呢，咱们就得把这镜头拉近，看一看这场重构落到像李姐这样的普通华人身上，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这10几年，李姐在温哥华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她在国内什么上市公司的这是20多年的商战经验啊，什么你有一整套的运作产业链的什么方法论，有深厚的国内商业人脉，这些能力呢，在过去加拿大里完全施展不开，因为我们加拿大的经济模式呢，那是挖资源、卖房子啊，或者靠邻居罩着就过日子，根本不需要你什么跨境产业链的什么整合能力。但是现在不一样。卡尼要搞的这个再工业化，还要引入中国的电池技术、新能源的全产业链啊，高效率的制造业。那么要拿这些呢，跟加拿大本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呢深度耦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最缺的是什么呢？其实不光是资本，不光是技术，其实还更缺是能在2个文明之间穿针引线的人。大家可以想想看啊，当一家中国的顶级电池企业要在安大略省建厂，它面对的是什么？是一整套完全陌生的劳工法规、环保标准、合规审计、商业谈判的方式等等等等。那么反过来，当萨省的油菜籽的农场主要把产品卖到中国去，他面对的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可能连支付方式他都不明白的这么一个市场，就更不用提什么关系呀、面子等等咱们中国独有的这些商业文化。所以这中间的鸿沟呢，那不是装几个翻译软件就能填平的。而像李姐这样的人呢，她通晓两边的语言，熟悉2套商业规则，在国内又有产业人脉，在加拿大又扎根这么多年，所以她就是那个天然的桥梁。那么在2026年的加拿大呢，这种衔接者的价值呢，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李姐跟我算那笔账呢，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啊，那么她要做的就是把萨省的农产品对接到中国的买家，同时呢，把中国的新能源的产业链和配套这个空间呢，引入到加拿大的这个制造体系里边来。这2头的信息差和信任差，其实就是它的利润空间。而且啊，这个窗口呢，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其实要大不少。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曾经提到过这个美加墨贸易协议的这个10年丧失期。那么这10年可不是用来苟延残喘的，这10年是卡尼为加拿大争取到的产业发育的一个窗口期。那在这个窗口期里呢，中国效率加上加拿大的资源的这个组合，如果能够锻造成型的话，它面向的不仅仅是美国市场，更是整个正在寻找后美国秩序出路的中等强国联盟，甚至是全球经济体系。所以呢，李姐就告诉我说，她现在虽然人还在列治文啊，还没动地方，但她的日程表呢，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排的是满满当当。每天早上，她就要跟这个2小时时差的这个萨省那边的农场主啊，要在连线，要谈一下今年的这个播种量和预计的产量。那么到了下午呢，还要跟国内的有关的这个工厂和人士呢开这个视频会议。那么到了晚上，他也不闲着，他还要去研究加拿大这个各个部门最新发布的有关的产业扶持政策。在他电话里呢，他用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他说：“老白，我现在又找到了20多年前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明显觉得时代的风口开始往你这边又吹了。但是啊。”我必须得说这个但是，这李姐的这个兴奋背后啊，其实藏着一个很多华人不太愿意面对的一个残酷的前提。或者咱们换句话说李姐她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是因为她已经把手里的那个旧地图给扔掉了。什么旧地图呢？其实就是过去几十年华人群体在加拿大啊，我们普遍的赖以生存的那套财富逻辑。我呢管它叫砖头信仰，就是对房地产近乎宗教式的一种执迷。前段时间呢，加拿大公布了一个针对于华裔移民这个状况的一个研究报告，那么里边就显示呢，说华裔群体的这个住房拥有率啊，高达了84.多%，远超过其他族裔。这大家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咱们华人呢都喜欢把这个全部身家要压在这个房产上面啊，买房什么按揭，然后贷款，然后再买房，反正就是把每一分能动用的钱呢都要放进这个房产的这个循环里边。那么在过去呢，这不是一个坏策略。因为房价年年在涨嘛，人口呢年年也在更多。那你躺在那儿什么都不用干，这房子其实自己就已经在帮我们赚钱，赚的甚至比你去打工挣钱还要多。但是这套逻辑呢，在2026年呢，基本上已经是走不下去了。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呢，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温哥华和多伦多呢，有超过32%的华裔家庭呢，每个月的住房支出是超过他们申报收入的30%。
那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种高资产低申报呢，是被视为我们华人普遍的一种生存策略，或者说是一种生存智慧。那依靠国内的这个积蓄来去，或者说这个输血来支撑。那通过一些什么这个灰色渠道那么账面上呢看起来呢是入不敷出，但实际上活的那是很滋润的。但是到现在呢，这种灰色的生活方式呢，可能就不再是智慧，而很有可能会成为靶心。加拿大有一个叫做雅典娜项目的行动呢，在现在已经开始全面收网。这个项目最早呢是在2019年由加拿大金融交易分析中心联手 BC 省的联合特种部队他们启动的。最初是针对大温地区赌场里边的地下钱庄洗钱，但是到了2026年呢，它的触角已经从赌场延伸到了整个房地产、奢侈品甚至汽车交易行业。那么在2025年11月呢，这个机构呢就对温哥华的一家知名的房地产的这个华裔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开出了15万加币的这个罚单。那理由呢就是你没有能够对政治敏感人物进行背景调查，而且呢交易活动和财务状况是严重不符的。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政府呢，他不再看你的账面文字，他其实已经在想尽各种办法要穿透你的每一笔转账记录，把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税务报告放在一起去做比对。那为什么以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现在却开始要动真格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卡尼要把加拿大改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枢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他就必须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递交一份信用背书。他得证明加拿大不是灰色资本逃避制裁的离岸洗钱站。那雅典娜项目的全面收网，本质上也是卡尼向国际社会展示加拿大金融透明度的一张牌。与此同时呢，全球资产通胀周期的逆转呢，也在根本上瓦解了这个砖头信仰的物质基础。是当本地的房地产不能够再通过租金或者自我的增值来去实现自我造血，当国内的财富来源又因为经济承压而开始逐渐变成失血的时候，那华人群体那个曾经引以为傲的资产配置模式，也就正在从保险箱可能会变成一个吸血管了。那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其实也并不新鲜，无论是1920年代的佛罗里达，还是90年代的日本反正当一个群体要是长时间集体相信说某种资产就是只涨不跌的时候，那其实灾难的种子也就已经埋下了。所以理解的这个满血复活呢，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很多人更早地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断舍离。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过说他前2年守着温哥华西区那套房子，光每个月养房成本就超过1万加币。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守家，但是后来算完账，他发现他不是在守家，他只不过是在给银行打工而已。所以呢，他告诉我说，他把那套房子已经处理了，因为当房地产的这个循环已经停下来，甚至要反转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资金从这个链条里解放出来，去投入到那个流动的、更有生命力的产业链条当中。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决策，这其实是一种生存范式的转换，也就是从被动等待增值到主动去创造价值。说到这儿，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眼前一亮但是我必须要郑重的提醒，李姐选的这个路呢，其实也并非就是一条坦途，因为就在她满眼是机会、最兴奋的时候，其实她也得知道，她面前有着一个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就是法律。在他给我描述那些商业蓝图的这个间隙呢，我在电话里就问了他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我说：“李姐，你跟你国内那些合作伙伴的这种规划，有没有想过要在叫 FITA 去注册呢？”这个问题呢，让李姐沉默了大概有3秒钟，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是 FITA？” 那这3秒钟的沉默呢，其实就是2026年加拿大华人群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的缩影因为加拿大有2部重要的法案呢，正在改变我们以为的那个游戏规则。第一部呢是 C70 法案，全称叫反外国干涉法。这部法案呢是在2024年的6月就已经获得了这个英国王室的批准，那么在2026年呢就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强制执行期。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叫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制度那么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FITAA， 简称叫 FITA。那么这个制度的逻辑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只要你跟外国委托人
包括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外国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受外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实体，你跟他们有安排，并且你代表他们要开展涉及到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过程的这个活动，那么你就必须在14天内向有关的这个机构登记注册。登记什么？那就登记你是谁的代理人，你拿多少钱，你打算做什么。这些信息呢，将通过公开的网页呢，供公众去查阅。那么，如果你应该是登记的，但你没有去登记，那么最高你要面临着100万加币的罚款。而如果你被认为说你受了外国实体的指使，从事欺骗性行为，并且呢损害了加拿大的这个利益，那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啊。那么刑事条款最高刑期可以到终身监禁。那各位请注意哈，那么正常的跨境商业活动，比方说你代理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加拿大去销售产品，通常不需要去注册的。但是如果你的业务涉及到外国国有企业，要游说什么加拿大的官员，争取政府的采购合同，或者说在行业协会中代表国企的利益，要推动某项政策进行改变，那么你就触发了登记义务。那么这条线画的是非常细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踩雷。这对理解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在对接国内的这些合作伙伴的时候，他必须要非常清楚地分辨对方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那么合作的内容是纯商业行为，还是会涉及到影响某些政策？如果涉及到是国内的是国有企业，那么他有没有在规定的14天之内在加拿大这边完成 FITA 登记呢？这个不是像以前那样说可以先做了再说的这种情况了哈。在 C70 的法案框架下，无知者无罪这句话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除了 C70 法案之外呢，那么 C2 法案其实也需要我们高度去注意。C2 法案的名字呢叫做加强边境法案。这部法案赋予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呢，直接拆阅国际邮件和跨境包裹的这个权利。那也就是说，你往来的各种合同啊，或者相关的票据啊什么的，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随时可以被人家检查的。那么这些法案的这种出台啊，包括前面咱们说的关于这个雅典娜行动，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呢正在向全世界呢加紧展示一件事儿：经由加拿大这座桥梁的每一笔资金、每一条信息，在政府眼里都必须是透明的。那么卡尼要让美国、让欧洲、让全世界的合作伙伴都得相信，加拿大可以做全球贸易的枢纽，但它绝不是灰色资金的避风港。那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说，那这些法案是不是就是针对咱们华人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呢也换一个维度来看，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时代，由于美国那边正在进行刚才咱们讲到的什么 Schedule F 这种带有清洗色彩的这种政策调整，那华人的身份呢，在整个北美的信用评级其实客观讲是在下降的。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那如果理解敢于在 FITA 的这系统上实名去注册，也敢于在雅典娜项目的穿透式审计当中能拿出一份没有瑕疵的财务报告，他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购买一份政治保险。那这种白盒化经营的深层价值在于，你是在用你的透明度换取你在加拿大主流产业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那以前咱们啊，可能很多华人这个两头瞒两头吃的这种生存策略啊，在这边报低收入，在那边隐匿资产，在灰色地带里边闷声发财，这种模式呢，在全球化的蜜月期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多国的监管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盲区。但是在2026年，这些盲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呢，被数字化穿透式算法填平了。那么灰色时代其实已经举行了葬礼，但是葬礼的另一面呢，也恰恰是新生。当你不再纠结于地下钱庄那点汇率差，当你不再为一套房子的低申报而提心吊胆，当你能够堂堂正正的在阳光下利用中加贸易协议创造的合规空间去赚取合法利润的时候，你才真正完成了一次身份的硬化，从一个客居者变成了这个国家产业体系当中的一个合伙人。说实话，在做这期节目的过程里边呢，我脑子里总是会闪现出来老陈跟李姐这两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啊。他们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但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是我们这代海外华人正在面对的一道终极选择题。在老陈那边，美国正在用一套越来越精密的筛选机制呢，把忠诚度变成一种可以量化、可以考核、可以用来决定你去留的硬指标。10万美元的签证费是经济筛选，
工资加权是概率压制，这个申请的积压呢是时间消耗 ，Schedule F 是职业封顶 ，SF86表格呢是一种灵魂拷问。这5道关卡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忠诚度压力测试。那么在这个测试里边，你的才华、你的贡献、你的努力都必须要排在你跟谁更近这个问题的后面。但是在理解这边呢，加拿大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重新定义华人的价值。他不问你忠诚，他问你是能不能在2个文明之间架桥。他不要求你删掉微信，他要求你把每一笔交易都摊在阳光底下。他给你的不是堡垒里的隐身权，而是风口上的参与权。那么这2种逻辑也正在北纬49度线的两边呢同时展开。我不想美化任何一边啊，老陈在美国的困境是真实的、残酷的，但是美国仍然是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生态和最深厚的资本市场。那么它的吸引力就不会因为这一项行政政策就会消失殆尽。而理解在加拿大的机会呢是真实的，是诱人的，但是这个窗口是有保质期，是有门槛的，而且前面铺满了合规的地雷和文明冲突的暗礁。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哈，就是这个无论你在49度线的哪一边，灰色生存带呢都在迅速溶解。美国那边用的是忠诚度审查，加拿大这边用的是透明度的审计。反正不管你在哪一边，你必须要选择站在当地的阳光之下。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在加拿大的华人来说呢，如果你还把全部身家压在那个公寓的涨跌上啊，还在靠着原来的一些渠道维持一种看起来体面但是成本又低的生活，那我得劝你真的得好好想一想，不是因为有人要来查你，虽然确实可能有人会来查你哈，而是因为整个时代的底层逻辑其实已经不是那样子了。过去的几十年，华人在加拿大的核心价值是买房客。那么未来10年，我相信华人在加拿大最稀缺的价值是衔接者，能够在中加之间搭桥，能够在东西方文明规则之间进行翻译，能够把中国效率和加拿大合规缝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的价值。那么你的房产也许不会再增值，但是我们作为衔接者的身份价值呢，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边逐步上升。我们必须得说，赛道确实在变，但是这一次呢，风向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当然，你只有站在阳光下，你才能够真正被风鼓动起你的翅膀。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不抢时效，只追求信息的密度，虽是一家之言，也要气象万千。咱们下期接着聊。